Kim 啊，你有看那部电影《妈的多重宇宙》吗？戏里面呢，那个杨紫琼就是演那个患有 ADHD 的人士。哎，是的，我也知道呢。其实这部电影的其中一位导演啊，他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呢，就发现其实自己也具备某一些症状，结果他跑去找医生诊断，果然啊，他就是 ADHD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要请这个专家来给我们解释什么是成人 ADHD， 那是什么因素导致 ADHD？ 为何不是在童年时期，而是成年后才确诊？有哪些典型症状？中医食疗和穴位对舒缓症状有何帮助？为什么患者形容确诊后是一种解脱？有哪一些治疗方式呢？全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Kim，你认识的人里面哦，有没有发现谁是有这个成人 ADHD 的？我不确定。不过呢，我发现啊，站在我们后台那位妹妹啊，可能有。哎，真的嘞！刚才后台她跟那个医生一直讲不停，又一直动不停，这样，哎呦！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让她再打扰医生了哈。好，马上把他们叫出来。 OK， 好，马上有请心理医疗科高级顾问王夏佳医生，还有阳光可乐，欢迎两位。欢迎，Hello， 来，两位请坐。医生，请问你有没有观察他到底有没有我们这个成人的 ADHD 啊？不可以这样看的啦，是进行这个诊断要详细和仔细的。我真的觉得这集真的不关我的事哎，找我来干嘛呢？全世界都在讲我有，但是我真的没有。我觉得我是鸡渣，但是我可以 focus。好，哎，医生，为什么这个长大后才发现有这个多动症呢？它这原因在哪里？绝对不是长大后才出现的，一定是从小就有症状，只是被忽略或者旁人有扶持，所以没有诊断到。哦，也就是说小时候就已经有的。就是 ADHD 是这种属于幼儿期开始的发展障碍，心理健康疾病来的。科学家发觉 ADHD 的大脑前额叶较小，影响了他们的注意力、思考、推理、决策、计划、执行等任务。此外，他们的神经递质也较少。会不会是天生的呢？其实他们有几个风险因素。多动症小孩33%到58%的家长都会有多动症。哦，遗传。对，然后38%的兄弟姐妹也患有多动症。那环境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？在孩童时期发展的时候，如果接触这些毒素，比如呢旧建筑的油漆，或者管道中的铅，幼儿发育关键时期出现的中枢神经系统问题，例如如果大脑缺氧呢，或者脑发炎，或者细菌感染，都会影响到。如果怀胎的时候，母亲如果喝酒呢，或者吸毒呢，或者吸烟，也会造成影响。OK。还有出生体重超过1.5公斤的早产儿也会受到影响。医生，那请问有什么症状呢？其实，在日本有一种形象叫做大熊胖虎的一种综合症，是一种注意力缺陷，就是 attention deficit， 就像大熊一样散漫。另一个就是冲动，然后情绪调整失调 ，hyperactive and impulsive，就像胖虎一样。可是临床上多数都是第三种，就是2个结合的。其实从这个症状表来看，它的症状蛮多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。所以 ADHD 常见症状，注意力缺陷就是 attention deficit，他们容易分心，难以开始完成任务，也难以同时处理很多项目。是，他们也无法有条理的处理事情，工作常有疏漏，还有错误，时间管理能力也非常差，经常丢失物品，还有缺乏自我察觉，就好像如果自己非常累的话，也不知道自己很累。那无法守承诺也算了。他们就已经答应了，结果就不能。他想做的他做不到。对，是，OK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作息不规律啊。对，OK。我们现在看下一个 HD，通常冲动，然后很浮躁，还有易怒，容易起争执。OK，还有难以接受延迟的满足，一定要马上现在。就是不能等，对，要做就马上做，要去就马上去。对，下一个就是引导人聊天。就是警察这个算吗，医生？就是一个症状。OK， 但是下一个症状我就很好奇了，不喜欢排队。对，还有那个我就不能接受了。一直抖脚，一直抖脚。没有，就是这种。对，一直抖脚。对。然后这样也算。也算。可是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抖脚会是其中一个？是。他们通过不断重复的动作，可以帮助他们专注。
而且 ADHD 并非他们完全不能集中，是而是他们很难控制自己的专注力跑变到哪里去。OK，那以上的这些症状，要拥有多少个才算是属于 ADHD 的？通常大人大概要5个。 5个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人也有上述讲的这些症状，对这样要怎么样分辨是还是不是？是还是不是呢？所以的确在这里就要呼吁大家不要看网际网络的这个视频，然后自己对号入座。如果要诊断一个人呢，要很详细的看症状发生的频率，还有对于生活质量的影响。研究表明，89到98%的 ADHD 成人在时间管理、心理组织、意志控制、自我激励还有注意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。是。相比之下，只有7到14%的非 ADHD 成人表示，在这些症状对他们有深刻的影响。就是可能我们也有时候会失控，对，但是它不是常常发生的事情。不是常常，对，OK。但是我听说过 ADHD 的人会出现 hyper focus 过度专注是吗？对对。是怎么说呢？所以当兴趣被调动起来时，他们可以很长时间沉浸于这个亢奋中做事，有时可以忘记吃饭，也可以忘记喝水。所以 ADHD 的激励系统是失灵的，有时缺乏动力，而有时就过猛。他们在这个网上啊，都说什么 ADHD 的人呢是有这个跑车头脑、脚车刹车器。对，就是说太多东西在脑在进行当中，在想，对，在什么的很多东西，他们没有办法慢下来，然后缓解情绪，然后解决问题。他们有时候可以 think out of the box。因为他们的思维有点跟我们平常人不同，是，所以可能可以从另外方面解决问题，而且可以很 creative， 很有 innovation 也是。如果一个 ADHD 的成人，他具备以上这样多的症状，那他的人际关系方面一定会出现很多问题。对，没错。其实 ADHD 患者最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：“你又忘记做些什么了？为什么没有做这个东西？为什么没做那个东西？”往往都是身边的伴侣啦、家人啦、同事啦，一些常见到的人都会说出这些话。所以成年 ADHD 患者的辍学率其实蛮高的，失业率啦、离婚率也都比较高。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 ADHD 是要怎样诊断？就要很深入的问诊，了解他从小到大的人生轨迹，必须访问他的家人，有时候师长、亲戚、朋友之类。我自己本人就比较喜欢看他们的 report book， 看他的成绩还是看老师写给他们的 review， 看他们学习的状态，有没有专心，有没有忘记东西，负不负责任这类的东西，从小就有了。我有一个病例，就是个女孩，她20多岁，只有被医治了她的忧郁症跟焦虑症了很久，就还算不能完成她大专的学习，大学的这个学业没办法完成。结果发觉其实她也有 ADHD，所以老是功课做不完，不能专注，最后治疗了，然后终于能完成了，终于毕业了。她爸爸也发觉自己的症状有点像她女儿的症状然后就也来被诊断了。是，其实爸爸跟他的妈妈就是这关系也不是很好，差点要闹离婚。后来被诊断了之后，然后他也进行了治疗，然后家里比较和谐。ADHD 有很多潜能，因为 ADHD 的症状，所以被埋没了。所以如果他们可以尽早进行诊断，然后治疗，就可以释放他们应有的潜能。是。其实有很多 ADHD 从小因为高智商可以代偿一些，所以可以一路上掩盖自己在工作上或学习上的问题加上父母的扶持，所以从小没有被诊断。我有一个病人就是一个 CEO，他是很高智商，而且用很多方法来就是扶持自己。其实他现在开会只需要半个小时，而且要站起来开会。而且他每几天就去一个国家去开会，做些事情。他知道怎么去处理他的这个 ADHD 的问题。对，他不知道自己有 ADHD， 他有处理他自己的问题。然后是女儿被诊断后，还发觉其实他自己也是有问题，只是他自己已经处理了。OK， 自己处理的。所以诊断对于 ADHD 的患者来说，其实是一种解脱来的。对，因为这么多年的迷茫和痛苦，终于找到了答案。是，由于多数人对成年ADHD 认知有限，
导致直到成年后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经历并不是缺点，而是 ADHD 的症状。那如果有一些人他有这个 ADHD，可是他在临终前还不知道，那走了是不是很遗憾？对啊，因为他们本身就会重复的自责、放弃或贬低自己，然后感觉到愤怒或者心酸等情绪。是。然后身旁人一直误解他们，一直对他们有很多批评，说他们懒惰啦，或者笨啊，或者顽皮，或者不负责任，是对吗？后果他们也无法完成他们的学习啦，或者被解雇，或者离婚，人际关系也破裂。有些还会走上滥用毒品还有吸毒的道路上。对，所以你想一下，他们的经历那么糟糕，所以 ADHD 人士很多时候也有其他疾病，例如焦虑症啊，或者抑郁症。是，这个非常重要的啊！欢迎仲伟良医师，欢迎。好，请问医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食疗呢？今天是天麻、钩藤、安神饮。是有哪些食材啊？食材我们首选的就是这个天麻，这是钩藤，这2个药是平肝息风药，因为加川芎呢是改善脑循环，这是白芷仁，这个是酸枣仁，这2个都是有安神定志的作用，可以助眠、改善焦虑。那我们用一点枸杞子在这里面，除了增加甜味以外，它有滋阴潜阳的作用，就补肾经来敛住那肝阳的上亢的那个气。是。大枣呢就是调和诸药了。那我们在这里面又放上桔饼和南杏。多动症在中医是一种怪病，就脑部的病。那中医一个说法就是怪病皆由痰作祟。所以我们用化痰的药呢，可以把体内的痰邪给驱逐出去，所以有一定的效果。OK，你把所有的食材放到一个锅，加100cc 的水吧，每个大概用到10克左右，就可以煎煮20分钟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药材可以重复再煮，这一剂料可以喝2到3次当茶来喝啊。如果今天不喝水，我就喝这个茶也没可以啊，这个药它有改善脑循环、镇静安神的作用。还有解决那个办公室脖子僵硬，或你烦躁，喝了这个就安神定志了。那这个食疗有没有哪一些人是不适合饮用？要长期的喝的时候，要找中医把脉监督下用。但如果每个都放在10克左右，就可以当一个药膳来吃，没有什么副作用啊。观众朋友们可以扫描我们的 QR 码来了解一下这个食疗的制作细节哦。医师，我想请问，你调理过的病人里面有什么症状？成人的多动症和儿童多动症有不同，因为儿童他没有约束力，他会表现调皮啊这些等等。那成人他受到社会的法律和法规的约束嘛，所以他是以另外一种形式来表现为多动和冲动。比如我的一个病人，他就是每天晚上回家吃饭了，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叫老婆起来跟他游车河，就是没有目的的游车。那开始的时候，老婆觉得挺有情调、浪漫，对吗？是。长期以往，老婆就受不了，对，别在车上，老婆就睡觉，他就很生气，真让老婆苦不堪言，是这样。所以这是一个变形的一个多动和冲动。是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先稍微休息一下，广告后我们还有更精彩的，一会儿见。耶！好。欢迎回到医疗大小事。那现在呢，坐在我们旁边的这位就是 Olivia， 欢迎你。欢迎。哇 ，Olivia 看起来很年轻，你今年几岁啊？今年26岁。你是在几岁的时候发现有这个 ADHD 的？22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在上大学第2年，然后就突然间有恐慌症，然后后来才去看医生，才诊断出有 ADHD。所以你说你有 ADHD，那有没有包括说你的注意力方面的症状是比较多的？是哪一些比较具体的症状？说每次我会不见东西，我看我的 IC 卡啊，那我的 EZ-Link 卡，我的眼镜，到现在还找不到。其实我是没有戴眼镜的。OK， 那请问你1年里面不见了几次 IC？ 历史有2次。1-2次这样子，或者说你放在家里落在一边呢，忘记掉放在那边，锁匙也是很常忘记掉。那你日常生活跟人家聊天的时候，也是没有办法集中，还是怎么样？他们经常讲说我没有办法 process immediately 他们在讲什么东西。可是你表达能力方面也没问题啊。如果我表达讲东西讲一半的话，我会忘记掉有什么适当的词语来讲。可是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那我们也是会这样啊。讲，
我忘记了就算了。或者是讲到哪里，对吗？很正常哦。这样算是正常吗，医生？看频率有多高，可能他的频率比较高。哦，那情绪这方面呢？情绪上面很不好啊，然后因为坐过来一点，坐过来一点。情绪方面很不好，坐过来一点。有跟上司吵过架，要顶嘴这样子。你已经读到 NUS 了，那你是怎么办到的呢？对，其实从小到大，我花很多时间一直在读书，我没有跟朋友出去，完全没有好朋友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也是没有，但是有男朋友啦。那你跟男朋友怎么相处呢？如果好像有事情不开心要吵架的话，我尽量不要再面对面吵架。因为这样的话，用话再讲，要不然如果我面对面讲的话，我的那个思维会乱掉，会讲说，我到底想什么东西，然后我的 A 接不到 B 接不到 C， 它会跳来跳去，那个跟 spider web 这样子。所以在 WhatsApp 讲的话，我的思路可以比较直的，可以linearly这样跑。因为你会有时间去消化它，真的可以呀，一个 paragraph 一个 paragraph 这样写下来。所以你的男朋友知道你有 ADHD， 他可以接受，就慢慢跟我热心相处的时候，慢慢了解我是什么样的性格，我什么样的思想是怎样子的，慢慢了解我了。那你的父母有没有 ADHD 这方面的问题？妈妈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会一直跳来跳去，然后要不然如果你也是有 ADHD， 你们刚好一起跳。对，真的有时候真的会，我们的话题跳来跳 A 跳 B 跳 C， 然后我们刚才讲什么东西，怎么会拎来这边？就很乱，听到来每次自己会。OK。那他也是跟你一样会常常不见东西。他会，基本上一个镜子这样子，他看到我自己这样子。也是一直不见东西。那你有吃药吗？治疗？有吃叫 stimulant 的东西 ，stimulant Ritalin 啦。然后它的副作用是说，晚上我睡觉的时候，半夜起来，我的胸会很刺痛。因为我也是有尝试过 non stimulant 啦，那时候吃了3个月，我整个3个月都是很呕吐、想要头晕的现象啦。所以现在就没有再吃这个 non stimulant， 只吃 stimulant 本身一个了。为什么他吃的是兴奋剂呢？我以为他已经是多动了，兴奋剂不是让他更加活跃起来吗？这个兴奋是要他专注精神，把任务完成。首先我们要带出目前还没有治愈 ADHD 的药，这个药物是拿来缓解这个症状。兴奋剂的原理呢，就是刺激神经中枢分泌多巴胺和肾上腺素，可以提高他们的注意力。而非兴奋剂呢，是抑制神经元对肾上腺素的再索取，是减少他们的冲动。所以 Olivia， 你吃完药之后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你觉得效果如何？我吃完了之后，我就觉得我的思绪会比较清晰一点，会不会断断续续的。然后上班的时候，还有我读书的时候，要算数学的时候，那个脑可以 hold 得住号码所以我可以再继续就做接下来的任务。知道我的 working memory 可以做得比较好一点啦。所以你做事情也变得可以比较专心一点。对，因为我会突然间有很多 idea 很多想法，然后想要跳过去去做，然后可以 hold 住自己。OK， 好，我要做一件事情，不要跳来跳去。那有没有什么穴位按了之后可以帮到他？可以啊，我们最简单的穴位又很容易找到的穴位。一直按我。等一下，按你啊。这在第2掌骨中间，是，就叫虎口的位置。虎口的位置也叫合谷。来，来，在这个第1掌骨、第2掌骨中间，其实它靠掌骨的中段靠近这边的肌肉。我给你贴上啊。来，要多大力？就轻轻的压就有了。压得到吗？来，我帮你压一下啊。是。那医师大概要按多久？大概10分钟、20分钟。对，朱梦你蛮大力的哦。他都没有用到力，你就凹。就是当我们压的时候，它会很酸胀，有点刺痛。这样的时候你就加上冥想，深呼吸，把肚子给它捧起，我们叫腹式呼吸，就边压边做腹式呼吸。那个想的那个气呢，在丹田的位置就可以了。我想要问中医师是说，因为我们吃了兴奋剂之后，然后药效失效过后，我们会非常的累。就有什么方法说可以在精神上可以帮助我们不要这样累？这种情况下，你在找那个专业的医生，通过打脉看舌苔，我们就可以定下症型。我们会用不同的药，有些是偏补你的气血的。也是偏补你那个肝血和肾经的，综合起来呢，你的症状会减轻，并且你会长期和中西医配合的时候，你的西药会慢慢减下来，所以你的副作用也会改善。好，除了吃药还有我们看心理医生之外，还有什么治疗？
我觉得应该强调全方位这个治疗，不只靠药物。最重要就是要睡眠，睡眠要做得好。如果睡得好的话，你的注意力啊、记忆力啊，还有情绪也会比较好一点。你睡眠 OK 吗？也是不行，对，睡不着。睡不着，睡不好，哦会，OK。一直起来，很累半夜会又睡不好一直起来，会一直起来这样子。那还有呢，在生活方式这方面，就有个时间表或者作息表，就安排的比较有规律。好，还有订立目标，然后找到目标来激励发自己。还有运动，你有运动吗？做 yoga，对，做瑜伽也可以提高你的专注力，调节情绪也是。饮食方面呢，就可能要多添加鱼类 omega 3，可以帮助脑袋。可以喝咖啡啊、茶啊之类的东西。其实很多病患都很喜欢用咖啡和茶来做 stimulant，就是自己来专注精神。是可是这个不是太好的，因为很多这个咖啡因啊，它进去就会心跳，然后会焦虑，造成焦虑症。如果身边的人会了解的话，多关怀、多理解、多鼓励，会帮助他们，对吗？是。那其实呢，现在国际上啊是越来越流行 ADHD 去病化的趋势。是的，那么大家呢更愿意用神经发育多样性来形容这个 ADHD 的。希望未来呢，我们的社会能够兼容不同思维、学习还有行为的方式。是的，那么这样的环境呢，差异不会被视为缺陷啦。是的，那么人的潜力才可以得到充分的开发。好，在这里呢，真的是要谢谢王医生，还有我们的钟医师给我们这么详细的分享。是，也要谢谢 Olivia 跟我们分享你的心路历程，继续加油喽。那么当然也要谢谢我们热力四射的阳光可乐，谢谢你。好，那么下个星期呢，和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，拜拜。